小伙伴们，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让机器人学会走路难，还是让它学会打开一听可乐难呢？哎，等一下，这好像不是可乐，重新来一下。那我猜你们大部分人都会说是走路难，对吧？毕竟啊，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才学会直立行走，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摔了无数次才学会后空翻。但我最近在采访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完全颠覆我认知的事实：在机器人的世界中，开可乐这件事情比走路可难太多了。也就是说呢，控制灵巧手要比控制躯体难上至少10倍。而从目前的售价对比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中国 Unitree G1 人形机器人就是会走路的那种啊，是售价1.6万美元。波士顿动力 Atlas 机器人会后空翻，预估呢是14万美元。而英国 Shadow Robot 的灵巧手会拧瓶盖的那只，价格未公开，但是业内估计呢超过10万美元。也就是说啊，一只手的价格呢是接近了一个完整的顶级机器人，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好比一个方向盘的价格接近了整辆特斯拉。所以机器人的灵巧手为什么难做？目前技术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业内的技术派系有哪些？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公司呢？我们硅谷101呢也开启了机器人特辑系列，会从机器人的硬件、软件、大脑、数据、脑机接口等多维度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在硅谷的发展情况。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让全世界顶级机器人工程师都头疼的终极难题——机器人灵巧手。Oh, hello. 以及呢，我们与特斯拉前灵巧手负责人创业的团队 Tatheria 一起聊一聊一个300美元的 Android 版机器人灵巧手如何试图颠覆这个被垄断了30年的高端市场。为什么我们能看到机器人在工厂里分拣产品，在仓库里搬运货物，但却很少看到它们能像人一样灵活地拧开可乐瓶盖，或者精准地拿起一颗螺丝钉？答案就在于呢，手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人类的手有27个自由度，包含了27块骨头、29个关节、34块肌肉，以及数不清的神经末梢。这是一个经过了数百万年进化的精密仪器。更神奇的是，这个仪器让我们能够既有力量握紧工具，又有精度穿针引线。这样的能力造就了人类文明，但对机器人来说，要复刻这样的能力就非常有挑战了。大家看一下这个人手的构造啊，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人手是非常非常灵活，它这里面关节非常多的。我们以这个大拇指举例，然后大拇指从上往下，这是 IP joint， 然后这里是 MCP joint。这两个 joint 都是可以实现伸直和弯曲，然后这个 joint 呢就是叫CMC joint， 然后这个 joint 就明显灵活很多，然后它可以做这样一个侧摆的动作，也可以做弯曲和伸直的动作，然后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原地打转的这种动作，而且它的这个运动的范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但是你看到它的 joint 跟 joint 之间的连接是非常非常小的，这其实就是为什么人手可以既灵活又体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原因。而这就是机器人工程师们面临的终极挑战——机器人灵巧手，英文叫做 Dexterous Hand。在机器人学里，它专门指高度仿真、具有多自由度、能够完成精细操作的机器人手。它能够模拟人手的抓取、操作和感知功能。那什么样的机器人手才能够称得上灵巧呢？第一啊，它得有足够多的关节。我们人手啊是有27个自由度，而机器人灵巧手通常呢需要6个以上，高端产品能够达到20到27个。这就像给机器人装上了真正能动手指的手。第二呢，它得有绣花般的精细控制。我们说的是毫米级甚至更加精细的操作。再想象一下，用机器人手穿针引线，或者像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那样，精准抓取只有5毫米的 M5 螺丝钉。第三呢，它得有触觉，它不能只是看到，还要能够感受。触觉传感器、力觉传感器、位置传感器，这些呢就像给机器人装上了神经系统，让它知道抓的是轻是重，是软是硬。那第四啊，它得会察言观色，遇到圆的就用一种抓法，那遇到方的呢就换另外一种。看到玻璃杯啊就轻拿轻放，而看到铁块就可以用力一些。那么这就是自适应抓取的能力。最后呢，它得长得像人手。人类世界的所有工具都是为人手设计的。如果机器人能够模仿人手的结构、功能还有配置，那么它们就能够快速且经济高效地应用，无需改变我们的环境。
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会发现啊，灵巧手从有这个概念到现在逐步的趋向成熟，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1980年代可以说是开山之作 ，Stanford J.P. Alhand 开创了灵巧手的先河，3根人形手指，每根3个关节，配备触觉力反馈，但它更像是证明这事儿能做的概念机。1990到2000年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 ，Utah MIT Hand、DLR Hand 等各显神通，技术路线百花齐放，但是都停留在实验室，能演示，但是离实用还差10万8千里。同时，夹爪称王。就在灵巧手还在实验室纸上谈兵的时候，简单粗暴的2指夹爪已经占领了工厂。虽然只能抓和放，但是便宜、稳定、够用。这就像是功能机时代，虽然简陋，但是解决了核心需求。2000到2010年代可谓是商业化破冰。Data-Robot、Allegro Hand 等陆续商业化，价格高达数万美元，主要服务科研机构。这个阶段就像早期个人电脑，功能有了，但是普通人买不起。2020年代，巨头进场了，特斯拉入局改变了游戏规则。马斯克不只要做灵巧手，还要规模化生产。同时 ，GPT 等大模型的突破，为机器人控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2025年可以说是转折点的一年，特斯拉22个自由度的新手。Ethereum 的300美元开源革命，各路开源项目涌现，灵巧手即将迎来智能手机时刻，从极客玩具变成人人可得的工具。然而，灵巧手虽然迎来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呢，还有很多的难点哈。但这个难点并不仅仅在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兼顾性能、成本还有可靠性。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在现场采访中啊，我才知道一个可能会颠覆很多人认知的观点哈，就是灵巧手的控制要比整机控制要难10倍之多啊。在 Ethereum 位于硅谷的办公室，我见到了他们一路以来设计的各种迭代版本，以及他们刚发布上线的这款开源的灵巧手产品 Arrow Hand Open。 So I can just plug in my robot arm with my hand glove and they are both ready to go, working together. 在我自己真正上手尝试去控制灵巧手之前啊，我都非常不理解，一个完整的人形机器人要平衡、要走路、要导航，怎么可能比一只手还简单呢？但是当我自己去尝试去控制这只手的时候，发现还真是没那么容易。I think the difficult thing is that I couldn't feel it. Yeah. Harder than expected, actually. 对，我们觉得这个难点其实是多方面的，因为机器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然后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在于 AI control 的层面，然后就是主要是 Vision Language Action 模型它的泛化能力，然后这块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另外，我们觉得与此同时，从整机系统角度来说，这个手的硬件本身也是很大的一个卡点。人手是非常非常灵巧的，它的相对的尺寸是很小，然后每个关节都很灵活，然后手指又非常纤细，然后又能够做到速度和力量之间的平衡，然后特别的经久的耐用。如果你考虑一下，我们主要是靠我们的双手跟外界世界进行接触，其实现在在传统的机器人里面，它更多的是避免机器人跟外界接触，因为一旦接触就是一个碰撞，然后对机器人就有损伤。但是手恰恰是需要跟外界接触的，所以综合起来，这些都是硬件上的难点。然后除了硬件和控制这边的难点，其实有很多这个更不为外行人所知的，就是你在控制的同时，你希望能够让 human in the loop， 让人在其中，然后能够对机器人产生影响、产生作用，然后这就牵扯到脚操的系统，以及你的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的仿真系统，以及背后整整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有很多的困难。我在操作的过程中啊，感觉到视觉与力量的协作是非常关键的。由于我是完全感知不到触感和力度，我抓握的完全是空气，只能凭借我的眼睛观察灵巧手与物体的接触反馈来及时调整，这就很像软件驱动灵巧手的过程。我们知道，人类的抓握过程依赖于神经系统、肌肉控制和多模态感知。人类抓握力的调整分为2个闭环控制，第一是前馈控制 feed forward control， 也就是大脑基于视觉和经验，在抓取前预测所需要的力量。比如说看见一瓶水的时候，大脑会预估重量，先设定一个初始抓力。第2个阶段是反馈控制 feedback control， 在手指接触物体之后，实时通过触觉和滑动信息进行调整。
如果物体开始滑动，神经系统将在小于100毫秒内反射性增加力量，这是一种快速的感知和反应的闭环。那如果灵巧手想要完全复制人手的这个反馈闭环，需要的不只是传感器和控制算法的堆叠，而是一个更加接近人类神经系统的分层控制架构。可以类比为大脑控制和小脑控制。大脑控制依赖视觉、经验和推理，用于规划动作和做出高层决策；而小脑控制则依靠触觉、力反馈和实时的平衡调整，负责细节上的动态微调和协调。把多模态传感包括了力矩、触觉和视觉，与感知到判断到调整的闭环控制结合，再通过深入强化学习，不断优化整个系统的策略，真的是非常有挑战的研发过程。所以在2023年年底，特斯拉的第2代人形机器人 Tesla Optimus Gen 2发布的捏鸡蛋的 demo 那么受到关注，正是因为它基于视觉的大脑和基于力控的小脑在协作进步。Because you don't actually feel the force. Yeah, That's there is why no force like feedback on the it. angle matters and then strength matters. The position matters. Just very, yeah, difficult. 难归难，要真正实现机器人在多场景下的应用，还真得依靠灵巧手不可。这个逻辑很简单，人类世界是为人类设计的，所有的工具、设备、环境都是按照人的尺寸和能力来设计的。要让机器人真正的融入人类世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它们具备类似人类的能力。所以要想让灵巧手真的走向产业化，还有一个难题要解决，就是灵巧手的不可能三角。如果把机器人灵巧手比作一个三角形，那么它的3个顶点分别为性能、成本、可靠性。而这个三角形有个残酷的特点，你只能优化其中2个角，第3个必然会受到牺牲。而如果想要高性能，英国 Shadow Robot 公司的灵巧手就是完美的例子。它拥有超过120个传感器，可以实现触觉感知，拥有20个电动关节和24个自由度。它的尺寸、形状和运动范围都与人手相当，非常适合执行专为人手设计和优化的任务。但是它的价格超过了10万美元，而想要低成本，市面上有很多开源项目，比如说 DexHand 和 Amazing Hand， 可以3D 打印，成本控制也能够在300美元。但是性能嘛，只能说是摆造型了，抓取功能基本上是没法使用的，甚至一些入门级的商业产品在这方面也不足。而想要高可靠性，那就得简化设计，减少故障点。越复杂的系统，维护成本就越高，故障率也就越高。但这样一来，性能又会大打折扣。机器手的话，因为你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自由度的运动都需要有电机来控制。你把电机做得越小，它的功率的输出和它的性能就会相应的变弱。所以要想匹配人手的自由度、人手的 size 以及人手的力输出和运动的速度，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不可能实现三角。这就像在一个玩永远无法获胜的游戏，除非你能够找到突破这三角形的新方法。而在产业中啊，大家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方法来突破不可能三角，而这也衍生出了灵巧手江湖中的6大门派。那为了解决灵巧手的不可能三角，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江湖当中啊，主要就有6大门派，各自呢有着不同的武功路数啊。那第一派呢被称为直驱派，可以类比为简单粗暴的搭积木选手。这一派的哲学很简单，需要动哪里就在哪里放个电机，就像韩国 Wanik Robotics 的 Allegro Hand， 16个自由度，16个电机1对1服务。还有最新出的国产产品 Sharper Wave、Wuji Hand 和 X Hand 都是这个路线。这种设计的优点在于方便精细控制，但缺点在于电机驱动器体积小，抗冲击差，不可反曲，指末端力输出小，而且维护和维修都不太方便。直接驱动的方式应该说是从工程上最直接，就是最相对这个阶段更容易实现的一种设计。它比较在我们看来就是比较暴力解这个问题，说这里需要一个自由度，我就在这里加一个驱动器去旋转或者是运动它。然后连杆的方式也是同样的道理，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机械结构。而第二派呢叫做神驱派，它是最接近人体的仿生学大师。那么这一派的代表呢就是特斯拉的 Optimus 和 Shadow Robot。那特斯拉大家都很熟悉了，而 Shadow Robot 这家英国公司啊，就像是灵巧手界的劳斯莱斯。近30年的技术积累让他们在高端市场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高昂的价格也限制了他们的市场扩张。
他们的设计思路最接近于人体，把肌肉也就是电机放在前臂，通过肌腱也就是钢丝绳和高强度合成纤维来控制手指运动。这就像是控制木偶一样，所有的线都连到一个中央控制台，通过拉动不同的线来实现复杂的动作。这种设计的优点是轻量化、力量输出稳定，具备一定的自适应能力，而且布局和人体更接近。特斯拉最新的 Optimus 手宣称，它拥有22个自由度，已经非常接近人手的27个自由度了。而我们实地探访的 Tatheria， 他们现在推出的这款高性价比灵巧手也是采用的神驱棒案，但是呢，神驱动也有自己的麻烦。虽然特斯拉是坚定走神驱路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创业公司真正跟随特斯拉技术路线并不多，而且往往是很多人会出来质疑特斯拉，因为神驱它最根本的优势就是刚才我介绍能够实现比较好的力输出、自适应，但是它根本劣势在于，尤其是对于欠驱动来说，它没有办法实现精准控制，因为它是欠驱动，因为它每个地方的力的输出它是随着你自适应的情况不同而不同，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能够在软件里面对这个绳驱灵巧手的各个模块进行精准的建模，然后只有你很好的理解这个手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才可能实现精准的控制。那么第三个派系叫做液压派，也就是追求极致力量的暴力美学。那比如说加拿大的 Sanctuary AI 公司就走的液压驱动派系，他们的 Phoenix 机器人配备了21个自由度的液压手，能够产生强大的力量输出。液压系统的优势是力量大、反应快、功率密度高，能够完成高负载任务。但传统上液压系统都很庞大 ，Sanctuary AI 的突破在于将液压组件小型化到硬币大小，并且经过了20亿次循环测试而无泄漏。这就像把挖掘机的液压系统缩小到了手表的尺寸，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不过液压系统依然面临成本、维护、噪音和能效方面的挑战，因此目前主要用于特定工业和研发场景。那么第四派叫做连杆派，它是发挥机械美学的优雅派。这一派的代表作是来自于韩国研究团队提出的 Yoda 灵巧手，通过精巧的连杆设计实现高自由度动作。它的哲学是将驱动器全部集成在手掌内部，用连杆、摇臂、滑块等机构把多个直线动作分配到多个关节，让手指多个关节弯曲，摆出类似人类手指的各种姿态。这种方案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自由度高、外形优雅，充分展现了机械设计的美感。但它的缺点也很突出，抗冲击性较差，在复杂或者高负载场景下可靠性不足，导致整体实用性偏低。第五个派别叫做混合派，这是工程师的中庸之道。那还有一些设计尝试将直驱、神驱、连杆机构等组合起来，折中成本、重量和性能。比如说一些开源或者学术手就采用连杆加部分驱动的方案，用较少的执行器实现更多自由度，在科研和教学中很受欢迎。混合方案之前一直停留在学术研究领域，而 Tatheria 正在通过混合派路线开发他们旗下的另外一款高自由度的灵巧手方案。他们通过剖析人手的具体功能和结构，通过强大的工程化实现能力，开发出了一款既高效又可靠的高自由度灵巧手方案。那么第六派，也就是最后一派，是值得一提的开源派。他们是乱拳打死老师傅，不拼技术精度，不比硬件豪华，而是用开源的方式打破行业壁垒。虽然单个产品可能不如 Shadow Robot 那样精密，但是他们的威力在于群狼战术，把灵巧手的价格门槛做到最低，让全世界的工程师都玩得起灵巧手，从而反过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从 Dex Hand 到 Orkai Hand， 越来越多的开源项目正在降低技术门槛。这就像是 Android 系统对手机行业的影响一样，可能会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而 Tatheria 在研发一款高自由度、非常接近人手性能的灵巧手的同时，发现系统其实可以极致简化，于是呢，他们也同时做了一款低自由度，但据说也是市面上性能最好之一的灵巧手。这款灵巧手已经在前阵子发布，并且全部开源，售价仅为$300。那团队对我们说呢，他们这款灵巧手是极度任务导向的，虽然自由度较低，但是能够完成很多接近人手的任务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双手已经能够完成哪些复杂的任务。这就是 Tatheria 的最新产品展示的4个 demo。那我们就来看看每一个看似简单动作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技术挑战。
就是小物体对于灵巧手来说呢，也是有一定挑战在的。那我们接下来让灵巧手来试一下这个小钉子，它能不能抓起来。M5 螺丝钉直径只有5毫米，这个 demo 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对精细控制能力的终极考验。小物体的难度也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在于它的精准控制的能力，另外一个是在于当你抓小物体的时候，你的力输出的方向如果没有办法很好的配合的话，往往会把小物体给抓飞。然后这其实都体现了既要有硬件设计上面能够实现很好的自适应以及力输出的一致性，另外其实也是我们整个软件系统能够相应的配合，实现对这个相对复杂的绳区灵巧手的精准操作。抓大盒子的挑战啊，则是完全不同。这个时候，机器人手只有指尖的一小部分在接触物体，就像是用指甲尖去抓握一个篮球。The box is almost as big as a robot hand, so it has to be very precise to grasp it. And basically, you are just applying force from your fingertips at this point. So picking up this grass for the robot just becomes applying only the force from our last tip joints of our robot. So this becomes quite tricky for hand to do. 这个盒子的大小已经是人手大小能够抓的最接近的尺寸了，然后我们的手对人来说是 limit， 对于我们的手也是 limit。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手对于处于这种接近它手大小极限的物体的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手啊，虽然跟这个机械手一样的大小，但是我抓起来很勉强，我可能就是要尝试很多次才能抓起来。是因为你的手不够大吗？是因为我的手的大小跟我们机械手是一样，但是我的末端关节没有我们的手灵活，我可能没有办法使出这么大力在我的最末端的这个关节上面。可能有些人手比较灵巧，比如说像你练过钢琴就没有问题，但是我的手实在是太粗笨了。对我来说，这个还挺容易的。开可乐啊，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demo 了，因为它真正展现了机器人手的人性化的特征。这是体现了我们这个硬件结构设计上面的一些创新，一些我们对这个手的实用性的一些理解。我们觉得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指甲都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克乐屏，我们需要有一个自适应，能够在狭小的空间实现相对大的力输出的一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这个细节上面，比如说在你洗菜的过程当中，在你做饭的过程中，剥菜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用到。然后我们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支架，更重要的是我们手的这个前面的设计，它能够软物质的包裹，然后是可以自适应，然后并且这个曲率是非常接近于人手的一个曲率，对，所以才能够实现这些功能。我本来想使个坏，使劲摇晃了一下可乐罐啊，本来想让灵巧手给我开一个喷气式可乐的，但是哎，怎么那么平静？哎，这次使坏失败。大家如果知道能够怎么让可乐罐去摇晃打开能喷射出来的，给我留言哈，我下次再去找灵巧手再试一试。最后啊，拿 iPhone 这个看似最简单的动作，实际上是技术含量最高的。iPhone 它紧贴桌面，手指呢必须深入只有几毫米的缝隙当中，还不能与桌面发生硬碰撞。iPhone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窄小的一个空间，然后它需要在这个窄小的空间内使用到比较大的力，然后并且把它能够拿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若干个难点。其中一个难点是在于很多灵巧手，因为它末端的设计，如果它的曲率是向外的话，它抓的过程当中力的方向是斜向外的，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不容易抓稳。另外一个难点是在于，当你抓的时候，你的手指会不可避免的跟桌面进行接触，这个时候就会增大
灵巧手的损伤的概率。我们的手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自适应的一个过程，在抓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调整它的力的方向，然后让它能够抓起来，然后把它给拿起来。第二个是我们的手，因为是省区方案，让我们的手在接触桌面的时候产生自适应，而不会跟桌面形成真正的碰撞和对抗。目前呢，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AI 大模型的突破为机器人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比如前面说的 Vision Language Action VLA 模型就给机器人的大脑升级，传统的机器人需要为每个任务编写专门的程序，而 VLA 模型让机器人能够理解自然语言指令，并且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动作。这就像给机器人装上了翻译机，它能够将帮我倒杯水这样的自然语言翻译成具体的动作序列。我们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灵巧手的操纵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进行摇操，因为它的自由度比较多，会比夹爪复杂很多，特别是对于我们省区的方案，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痛点做了一款 AI 小脑，然后这个 AI 小脑在用户操纵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自适应，对于不同的任务，用户并不需要精准的告诉操纵我们灵巧手的力输出，甚至力输出的方向，然后手会基于任务来进行自适应的调整，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摇操的丝滑程度。此外 Sim to Real 仿真到现实技术正在解决机器人训练的成本问题。在虚拟环境中，机器人可以进行数百万次的试错，而不用担心损坏硬件。但是仿真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这个的确是机器人在做的过程中的一些难点，主要是在于，因为物理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我们 simulation 的过程中肯定是简化了很多的一些参数。simulation 的模型，比如像物体比较多的一个 friction 啊，还有物体的一个刚性啊、柔软的程度，它并不能够很好的去 represent， 并且包括机械手，我们在物理世界设计机械手、生产机械手的过程也会有一些的误差，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克服的东西。这就像在游戏中练习开车和现实中开车的区别，基本技能可以学会，但是真正的路感还是需要实际的体验。不仅如此，甚至在硬件上 AI 也在发力。机器人昂贵的一个原因是它的供应链比较缺乏，很多这种驱动器都是专门为了机器人而定制的，目前来说产量也比较低，所以整个行业的成本还没有办法做得非常的便宜，并且传统机器人的设计是通过不断提高产品的精度来实现很多高级酷炫的功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对机器人硬件的精度要求就不会再继续那么高，所以整体的价格我们相信也会越来越低。而 Tatheria 推出的这款神区方案的开源灵巧手，就是想让硬件以便宜的价格被更多机器人和科技爱好者所采用，在此之上去更好的用 AI 开发软件来加速灵巧手和机器人的技术进步。我们这款低自由度的产品是结合了我们在设计高自由度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体结构设计的一些经验，然后并且采用了市面上主流的 off the shelf 的这种电机，然后所以能够做到极致的低成本。我们的一个计划和特斯拉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像特斯拉有那么多的资金去完全投入在研发中，我们是要一个相当于一个和我们这个 community 一起去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这个低自由度的手，为什么我们非常对它有信心，而且觉得是一个非常会是一个爆款的产品，主要是在于我们通过这个$300的这个硬件成本，能够做到超越别人几千美金甚至几万美金的产品的一个功能性。这样的好处是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不仅仅是很多很顶尖的公司和很顶尖的科研院所可以进行使用，一些大家这个更多的爱好者也可以一起 contribute 到这个灵巧手算法的应用的开发过程中来。而这就像是 Google 的 Android 策略，虽然苹果的 iOS 可能在单个产品上更加优秀，但是 Android 通过开放生态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并且呢，通过开源硬件，全世界的研究者呢都将成为数据的贡献者。回顾机器人灵巧手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技术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从模仿自然开始，逐渐理解其中的原理，
然后用工程的方式去实现，最终可能会超越自然的原型。我们在采访中发现Tatheria 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开源降低门槛，通过众包加速创新，通过生态建设推动产业发展。这就像是 Linux 对操作系统行业的影响，或者 Android 对移动行业的影响一样。当然从$300的开源版本到真正实用的家庭机器人，这中间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技术上的挑战、成本上的压力、应用场景的探索，那么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呢，正如我们嘉宾在采访最后说的那样，我们相信5年之后，我们会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地方都开始部署了。它不会是一个停留在视频里或者概念里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接触使用 ChatGPT 一样，它会真正的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巨大的价值。也许再过数年，我们回头看2025年，会发现这是机器人真正走向普及的起点。到那时，每个家庭都可能有一个机器人助手，能够帮我们做饭、打扫、照顾老人、陪伴孩子。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让机器人拥有一双真正灵巧的手。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我们机器人系列的第1期。那之后呢，我们还会走访硅谷的明星、初创公司和一线研发机器人的团队，从大脑、AI 算法、数据、脑机接口等等多个角度和维度来深度聊聊机器人如今的研发现状。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不要错过更新哦。你们的转发、留言和点赞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自己开的可乐和啤酒怎么着也得喝完吧 ，Cheers。